欢迎收看老明的频道。公元185年，东汉中平2年，诡异的天象出现了。这一年10月癸亥日的夜晚，天空中突然出现了一个五彩大圆盘，看上去有半张床那么大。大圆盘时亮时暗，整整8个月后才消失不见。可以想象，这对当时的人有多么大的震撼。为什么震撼？搞不懂啊！天上突然跳出了一个五彩大圆盘，以古代人对宇宙的了解，他们的确不知道这种天象意味着什么，是凶是吉，是神佛降临，还是世界末日？推测他们是非常紧张的。整个事件都被记录在《后汉书·天文志》里，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记录超新星的爆发。今天要讲的故事，同样是一个超级震撼的故事，也是关于超新星的，但是这一回不再是记录超新星爆发，而是预言超新星爆发。对天文学有所了解的朋友会说，那怎么可能呢？我们看到的满天星空都是过去的影像，星星离我们越远，它发出的光到地球上的时间就越久，怎么可能去预言一件过去发生的事儿呢？这就是这个故事不可思议的地方。提前预知超新星的爆发对人类意味着什么？科学家能否成功？有关这个一波三折的故事，我们还得从头说起。时间要回到2014年的11月，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帕特里克·凯利和南卡罗来纳大学史蒂夫·罗德尼为首的科学家组织了一个天文小分队，他们正在研究一种非常古怪的天文现象，称为引力透镜。什么是引力透镜？在宇宙深处遥远的光源和地球之间，有时会存在着一个大质量的天体，有可能是黑洞、星系，或者是更大的星系团。这些天体的质量太庞大了，它们强大的引力场会弯曲周围的空间，这是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阐述的空间的性质。当光经过这片弯曲空间时，通过这个区域的光线也被弯曲了，就像是光经过了一面透镜一样。除了能弯曲光，巨大的重力场就像放大镜，它可以聚焦背后天体的光线，放大远处的光源，增加光源的视亮度。天文学家就称这种效应为引力透镜。引力透镜对于研究遥远的天体特别有用，天文学家的目标就是利用这种神奇的效应去探索宇宙。凯利和罗德尼的主要任务是分析天文照片。到2014年年底的时候，有一张奇怪的照片进入了他们的视野。这是一个叫做 MACS J1149.5+2223的星系团，这个名字很拗口，但是在天文学上有非常清楚的含义。MACS 是大尺度星系团巡天的意思， J 表示一个坐标系统，代表以2000年1月1日12时这个时间点为起始点，全天球天体位置和运动状态的一个天文坐标系统。1149.5指的是赤经11度49分5秒，加2223指的是赤纬正22度23分。有了这个名字，这个星系团的位置就非常清楚了，全世界的天文学家都可以找到这个星系团。这张照片中有一处非常古怪的影像，就是这个红色圆圈中的影像。我们普通人看不出来，但是训练有素的天文学家一眼就能看出，这是一个爱因斯坦十字。什么叫爱因斯坦十字？引力透镜会将遥远的光源扭曲成弧形、线形等各种形状，但是有3种情况最特殊。如果光源、透镜与观测者恰好处在一条直线上，因为所有的光都会均等地绕着透镜运动，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圆圈，这就是爱因斯坦环。如果光源、透镜与观测者不在一条直线上，而是稍微的错开，就会看到断开的爱因斯坦环，形成了2个半圆。如果光源、透镜与观测者处在一条直线上，但是透镜并不是一个圆，而是椭圆形的，那就会得到4个十字星的图像。这种情况就称为爱因斯坦十字。这是难得一见的宇宙图像，凯利和罗德尼决定利用这个星系团认真地探索一番。时间来到2014年12月，
使用光谱仪拍摄分析，凯利和罗德尼大吃一惊。为什么吃惊？因为这个小亮点太不一般了，它是一颗超新星。过去爱因斯坦识字显示出的天体主要有2种类型，第一是类星体，就是黑洞在吞噬大质量天体时发出的光；第二是一整个星系发出的光。而这一回却是一颗超新星，爆炸产生的光在短期内超过了整个星系的亮度，光向四周传播，经过了漫长的时间，其中的一部分光线经过了一个巨大的物体，这个物体强烈地扭曲了周围的空间，形成了一个引力透镜。被扭曲的光继续前进，恰好被地球所观测到。凯利和罗德尼想见，在1964年，挪威天文学家苏尔雷夫斯大尔有一个神预言，他说可以利用引力透镜折射后的超新星来测量宇宙的膨胀率。没想到半个世纪后，这种奇特的宇宙天象真的被发现了。很可惜，雷夫斯达尔在2009年去世了，没能亲眼看到他的预言成真。为了纪念他，天文学家就将这颗超新星命名为雷夫斯达尔。时间来到2015年初，经过长达2个月的观测，凯利和罗德尼发现了更加令人兴奋的情况。从2014年11月11日第一次记录以来，4个超新星影像的亮度在不同程度的分别变暗，就像节目开头讲的那颗超新星，用了8个月的时间才完全消失。但是为什么这4个小点的亮度是不一样的呢？这是因为光到达地球的时间是不一样的，因为光走的路径不一样，路程长的光到达地球的时间就会晚一些。另外还有一点，光越靠近引力大的区域，那里时间流逝的就越慢，这就是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中的中慢效应，在以前很多的节目里都介绍过了。所以这4个小点的亮度不一样，它们最终消失的时间也不一样。这些变化就像是宇宙的尺子与时钟，可以让科学家了解非常多的信息。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这张天文照片，在图中标出了3个小红圈，这3个小红圈其实都是一个星系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 MACS J1149.5 加2223星系团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引力透镜，光线在经过这个透镜时产生了非常复杂的折射，所以同一个星系在图中出现了3次。凯利和罗德尼计算，第一个小红圈内的影像走了最近的距离，他们早在1995年就到达地球了，但很可惜当时没有照片记录，所以看不到最先的影像。现在我们再看中间的这个小红圈，诡异的事情出现了，这个小红圈里居然没有超新星的影像，这说明这个影像是最后到达的。在地球接收到这个影像的时候，超新星还没有爆炸呢，这真是太神奇了。时间来到2015年3月，凯利和罗德尼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他们想通过观测第3个星系的影像，预测雷夫斯达尔超新星爆发的时间。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超新星爆炸进行预测。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儿？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就是推算宇宙膨胀率。所谓宇宙膨胀率，简单的说，就是宇宙中的星系随着时间的流逝远离地球的速度。因为最早是由天文学家哈勃提出的，所以又称为哈勃常数。早在1929年，美国天文学家哈勃就发现，几乎所有的星系都在离银河系远去，距离越远，退行的速度就越快。这说明我们的宇宙正在不断的膨胀之中，但是膨胀的系数是多少，也就是哈勃常数到底是多少，科学家一直都不能给出准确的答案。不但无法确定，还有2种完全不同的计算结果。第一种是在星空中寻找能确定绝对光度的恒星，一种称为 EA 型的超新星，然后将这颗超新星的距离与星系红移的速度结合起来，可以计算出宇宙膨胀的速度。这种方法称为距离梯度法。他得出的哈勃常数为每100万秒差距74公里，100万秒差是个距离单位，约等于326万光年。这意味着一个星系如果有100万秒差距，它将以每秒74公里的速度远离我们。如果其他的星系距离更远，那么它们的退行速度就更快。
第二种方法是根据宇宙微波背景辐射计算出来的。宇宙最早是非常热的，然后慢慢的冷却下来，早期的热辐射就变成了微波，充满了宇宙的各个角落。今天宇宙的温度非常冷，但是从大尺度上看，仍然有非常微小的差异。科学家们利用一种叫做 Lambda CDM 的宇宙学标准模型，可以计算出宇宙的膨胀率。这个数字是多少呢？每100万秒差距67公里。一个74，一个67，好像只差了7公里。其实不是这样的，这两个数字的差距巨大，足足有5个标准差。标准差是关于测量误差的统计范围，用来评估测量值的可信度。5个标准差说明什么呢？说明要不然有一个是错误的，要不然2个值都不对。这是一个天文学中的巨大难题。如果预言成功，天文学家就会得到一个全新的哈勃常数，与前2个数值做对比，可能会取得天文学上的重大突破。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怎么办？凯利和罗德尼又请来了2位天文学家做帮手，他们是要捕捉超新星的爆发。时间来到2015年5月，凯利和罗德尼向美国宇航局 NASA 提交了申请报告，他们想申请使用哈勃太空望远镜拍摄超新星的爆发。为什么要使用哈勃？因为地基光学望远镜远没有太空中的哈勃强大。假如超新星的影像非常弱，只有哈勃才有可能拍摄得到。但是申请哈勃望远镜非常的不容易，因为哈勃有繁重的科学观测任务。为了说服 NASA，4位天文学家使用了7种不同的星团模型来计算超新星出现的时间。7种模型都预测了恒星爆炸的时间点，在2015年的10月开始，到2016年10月这1年之间。很快申请批下来了， NASA 居然同意了他们使用哈勃望远镜，一共批准了12次，平均每个月拍摄1张。对于4位天文学家来说，这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。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，现在要做的只有耐心的等待。2015年10月30日，哈勃望远镜刚刚结束了上一个任务，它调转视野，将镜头对准了天球北半球的狮子座区域，用螺旋仪稳定住机身，开启长曝光模式，完成了第1张照片的拍摄。凯利和罗德尼迫不及待地观看照片，但是什么也没有，他们只好继续等待。时间来到2015年11月14日，在上一次拍摄的16天后，哈勃又有了一个空档时间，于是再次聚焦拍摄了第2张照片。凯利和罗德尼忍住心跳，马上观看。非常可惜，照片上仍然一无所获。2015年的12月11日，终于又等到了一次拍摄的时间。在上一次拍摄的28天后，哈勃拍摄了第3张照片。当凯利和罗德尼看到照片时，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奇迹出现了。雷夫斯大尔超新星真的爆发了，凯利和罗德尼做到了。他们经过复杂计算、小心求证，预言了超新星的爆发，并最终串联起了一个完整的超新星爆发的故事。在93亿年前，在一个遥远的星系里，一颗年老的巨大恒星爆炸了。它发出的光甚至超越了整个星系的亮度。光在宇宙中不断前进，在行走了43亿年之后，超新星的光遇到了一个巨大的引力场，那是由一个星系团组成的引力透镜。这个引力透镜距离地球50亿光年。50亿年前，那个时候地球还没有出现呢。被折射的光继续前进，经过了漫长的50亿年，它们终于来到了地球。由于引力透镜复杂的折射作用，超新星的第1个爆发图像于1995年传到地球。20年后，第2批图像传到，于2014年11月11日被地球所接收。又过了1年，第3个图像传到，于2015年12月11日被地球捕获。这是一个多么宏大且传奇的故事啊！
这次观测工作也推进了哈勃常数的修订，天文学家将哈勃常数调整为每100万秒差距64公里，与距离梯度法相比，整整减少了10公里。虽然与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下计算出的数值每100万秒差距67公里仍然有巨大的差异，但的确称得上天文研究的重大突破。以上就是天文学家追捕超新星的故事。在节目的最后，我想再聊几句题外话。经常会看到一些朋友给我留言，说宇宙范围内的距离测量都是假的，天文学家对于宇宙的解释是不可信的，问我怎么看。上面的故事很有力地说明，天文学家并不是胡说八道，现代宇宙观测是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。雷夫斯达尔超新星的光芒经过扭曲的引力场到达地球。这个事件背后揭示了整个宇宙运转的机制。只有在科学家的带领下，我们才能不断地接近宇宙的真相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别忘了关注老明的频道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聊。